嘿，我是米露。我是哥哥。本周呢，即将迎来万圣节周的改版。那万圣节周改版呢，官方的活动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影子。那再加上呢，这一次的水果商里面，爆果被锁起来了。那可以判定啊，黑色的影子即将是重做之后的爆果哦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喜欢用爆果的人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下痛苦果实哦，因为麋鹿之前比较忙，没有时间玩这一颗痛苦果实。今天我们即将来玩这一颗，吃。先了解一下痛苦果实重做之后的状况。下面的果实图样啊已经改变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外面测试一下它的技能哦。Go！ 现在来到了海上城堡，统计数的部分啊已经换成了水果2800全满，熟练度呢也是一样全满。熟练度上方多了一个痛苦的计量表。现在啊，只要重做之后的果实啊，都会有普攻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普攻的伤害，先打一下。哇，一下是520哎，非常好的数字哦。那我们把4下连起来。哇，4下打完是3803哎，伤害超级高的啦。再来看异技能，异技能分成2个状况，一个是远距离的攻击，一个是近身的攻击。我们先看远距离。哇，一下是520哦，跟刚刚一样。再来近身的攻击，近身伤害比较高，是660哦。那异技能啊，它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它可以按住无限的攻击，那伤害会用累积的方式上去。但是呢，时间越长，伤害则是越低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远距离的部分，我们按住，哇，伤害超高的哎！可是你看到速度会越来越慢，伤害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啊！但是它不会停哦，它可以一直持续啊，直到你放掉，可是它会越来越慢。这个就是异技能的一个技能特性。X 技能分成了长按跟短按，我们先看短按的部分，直接抓起来了一下，推出去是4166。然后接下来啊，我们测试长按的部分。那长按呢，它放出去的时候会跟刚刚短按不太一样哦，大家看一下哦。我先集气一下，闪一下光，放出去。哦，它的效果啊，有点像是那种龙泉觉醒之后的状况哦。那伤害是4562。C 技能，好像萎缩玉的感觉哦，放出去。哇，整个爆破，儿子飞出去了，伤害是3615啊。V 技能也分成了长按跟短按，那我们先放短按的部分。我一个球直接打出去，伤害是4773。再来是长按的部分，哇，超像5条悟的红色的阿卡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发出去，这时候敌人会被拉走，直接冲过去爆破，然后伤害啊，哇，比刚刚更高5434，哇，这痛苦果的伤害啊，真的非常适合 PVP 哦。最后呢 ，F 技能它是没有伤害的，这个要觉醒之后才会出现有伤害的飞踢哦。再来，我们要看的是痛苦果实的3个特殊功能。第一个呢是痛苦幽灵，痛苦幽灵在技能的 E、X、C、F 都会出现，但是分成了觉醒前跟觉醒后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觉醒前可以做的，就是 E 技能朝空气打。这时候空气中就会有很多幽灵，它会去追踪你的目标，造成伤害。一个是412，那现在的痛苦幽灵还不是最好的，因为它的追踪距离蛮短的。第二个特殊功能呢，则是要将痛苦果实的剂量表填满。那填满呢有2种方式，第一种啊，则是刚刚的痛苦幽灵吃一下，但是这个方式太慢了，那我们用玩家来攻击玩家是最快的哦。来攻击爸爸。好，我的剂量全满哦，1击就满了。那我现在的头上啊出现了生气的符号，然后我周围啊出现了红色的闪电，蛮像七龙珠的界王拳哦。还有那这个状态呢会维持1分钟。会将你的技能的冷却时间加快20%左右，然后啊，普攻的速度会变快，这个比刚刚快很多哦。那伤害呢，则是打一下会变成705，那连招，哇，变成了5028，超级多的。第3个特殊功能，最后一战。那这个能力呢，必须要失去所有的生命值之后啊，果实使用者会进入狂暴的状态哦。来，我们现在来试试看。好，哥哥攻击爸爸。准备启动了，哇，启动了，
现在的状态啊有点弯腰，那我身上的火焰更大了，10倍界王拳的概念吗？还是20倍呢？那现在的跑速啊变超级快，那攻速啊也变得超级快，动作哇变得整个接起来了。那这个状态呢，如果没有觉醒啊，它只有30秒。那30秒过后啊，人物就会直接死亡哦，原地炸裂，然后就爆炸了，死了。蒸发。这个就是痛苦果实的最后一战的特殊能力啊，必须要牺牲自己就会启动了。那这个能力呢，它可以让你的技能啊、长按啊更快的完成，然后你受到的伤害啊会降低60%。M1 的伤害啊几乎会呈现2倍的状态。缺点是啊，它只能使用痛苦的招式，只能维持30秒，但是你在觉醒之后啊，它会维持变成60秒。刚刚看到的就是痛苦果实的3种特殊功能哦，你觉得 O 不 OP 呢？超级适合 PVP 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它还有更强的哦，就是它可以觉醒哎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去觉醒哦 ，Go！ 好，我们到了神秘的科学家这一边，跟他讲话。我们看到管理面板上面啊，米露的痛苦果实是还没有解，是0%。然后点进去看，第一个觉醒的任务，如果你要接的话，痛苦的熟练度啊必须要满200。查看这个任务，哥哥还记得吗？第一个任务我们要怎么解？要喝药水，然后在岩浆上面跑步。哥哥说要喝药水，在岩浆上面跑步哦。我们看一下任务的内容哦。使用者在熔岩的暴露下保持觉醒的能量哦。那我们现在接取，记得一定要接任务哦，才能有这个触发任务。那如果要找岩浆的话呢，副本里面有一个，但是时间太过短了，只有10分钟，可能来不及。然后啊，火山岛也有，但是火山岛现在非常的难找。最后呢，只有到2海的热河人岛。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，走。现在我们来到了2海的热河人岛了。那要记得，如果要解这个任务之前啊，我们必须要先用这个制造一个萤火，然后你要制作这个岩浆的药水。那比如这边已经有做了视频哦，一定要喝这个才可以下去跳岩浆哦，不然你下去了，你应该会直接自杀哦。现在我们准备解第一个任务，岩浆的药水，使用，好，喝下去了。啊，现在就可以在这个岩浆上面奔跑。那你会看到哇，开始跳趴树了哦。那记得你一定要移动哦，如果你在原地，它是不会跳的，一定要移动。哦，你停下来，它就不会有了哦。那我们就继续的奔跑，那要注意左下角的时间，因为一瓶岩浆药水它只有2分钟，那是没有办法满足100%的。那我们持续移动中哦。好，第一瓶已经使用完毕，那我们增加了37.9%。第二瓶，好，第二瓶要结束了，变成了77.3%。第三瓶。完成了。最后呢，第3瓶没有用完时间，我们就完成了，所以总共要准备3瓶的岩浆药水，就可以完成第1阶段的任务喽。那我们现在回去找科学家吧。走，回到神秘的科学家这边的这个地方是2海的，啊，2海也有这一位神秘科学家哦。那我们来这边回任务就好了。点选完成哦，查看完成任务。第一个任务必须要使用 FB1000、2个粘液、1个岩浆矿石，这样就能觉醒第1个阶段哦。完成，这时候就可以装备了。那第一个能力呢，它是可以增加最后一战的觉醒状态能力，从30秒变成了60秒哦。最后啊，我们一口气再把所有增强的部分再一起来测试一下。现在我们要进入第2个阶段任务。痛苦激增，查看这个任务呢是要通过冲刺，然后过程中快速的吸收，增加效率哦。接取任务，任务里面写到啊，你要吸收痛苦幽灵来增加你的痛苦剂量表。那这个任务呢，必须要空旷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出去外面，好，我们来到了热人岛的外面哦。那这个啊，必须要使用E技能，先把痛苦幽灵打出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要用 F 技能。好，吃到了10%，然后这样反复的使用E技能、F 技能，好，这样子20%了。好，完成了，完成了100%了。接下来我们回去找神秘的科学家喽 ，Go！ 好，回来了，我们来回任务。痛苦果实，查看完成任务。第2个觉醒任务啊，它必须要花2500的 FB， 还要4个粘液、2个岩浆矿石，完成。
装备。这次的能力呢是把 F 技能啊增加了一个飞踢的爆炸，那这个稍后再来测试。第3个任务，折磨指挥者，对抗元素型的战斗力评估接取。这个任务呢，我们必须要击杀一位使用闪电果实的玩家哦。这边是安全区，我们到外面可以 PVP 的地图上哦。好，我们到外面了。那我们家哥哥他要吃闪电果实，吃。好，现在哥哥已经是闪电果实的状态了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击杀。好，完成任务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我们回去回任务吧，走。好，我们回来回任务。痛苦果实查看完成。第3个任务必须要有噩梦捕手这个新道具。那这个道具呢，它会在闹鬼城堡上面的2种怪物会掉落。那我们现在过去看。我们到达闹鬼城堡了。噩梦捕手这个神话道具呢，必须要攻击这个骷髅头1975的怪，还有旁边这位2阶等的僵尸。好，打死了。就会获得了这个噩梦捕手的神话道具哦。好，知道这个任务怎么拿之后呢，接下来它还需要6000的 FB， 5个粘液，完成装备。那第3个能力呢，它会增强的逆技能。原本的痛苦幽灵啊，它只有在周围才会去追敌人，那现在啊，它变成的是追踪啊，像热导弹那样子哦。第4个觉醒任务，光谱同化，查看光谱同化这个任务呢，它必须要你去收集痛苦的灵魂200个，接取任务。现在我们到空旷的地方去。好，我们到外面了。那这个方式呢，其实跟第2个任务啊是差不多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收集痛苦的灵魂。那我们一样用异技能，尽量放多一点啊，它会出现在你周围，再用 F 技能去吃它，这样就会增加趴数了。好，完成了任务了。这个任务非常简单，你就跟麋鹿一样哦。放着异技能，速度变慢的时候，数量已经很多了，再一直连按 F 技能就可以把它瞬间全部吃掉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回去回任务吧，走。好，由于刚刚啊太奋力了，吃了200个痛苦幽灵啊，我的动作变成这样子了，卡住了，回任务喽。好，第4个任务完成。第4个觉醒任务完成之后，我们要准备噩梦捕手3个，95的 FB， 5个粘液，完成装备。好，我们今天完成了所有痛苦果实的觉醒哦，现在已经是100%啦。我们接下来去测试我们的新的技能哦，走。好，我们回到海上城堡了，刚刚已经完成了4个痛苦果实的觉醒任务了。那我们来看第1个任务啊，它是熟练度200精通，可以觉醒到的技能是最后一战的延长时间，原本从30秒变成了60秒。来，现在哥哥要将我击杀掉。好，变身哦。原本由30秒啊，现在变成了60秒，让续战时间啊可以持续的更久。这个时间算是直接把敌人击杀掉，顺便自己也蒸发掉的哦。那速度也可以很快。那 CD 的时间啊都变超级快哦，每个技能的 CD 时间啊都变快，那速度也变更快咯。那这个再戴驾驶头盔应该会变得超级快。好，时间快到了，60秒结束，这就是它增强的能力。Say goodbye。第2个觉醒的技能是 F 技能。F 技能啊，原本啊只有短按而已，那现在啊觉醒之后出现了长按，这个技能熟练度必须要满300才可以接取哦。那 F 技能它觉醒之后分成了原地的。它会跳起来往前一个飞踢。那如果你是在空中的话，它直接是往下进行飞踢哦。那如果是原地不动，我们往下看的话，它直接是往地板去踹。这个就是 F 技能觉醒之后长按的变化了。接下来是第3个觉醒技能异技能，熟练度必须要400才可以接取这个觉醒任务。原本啊异技能它的痛苦幽灵啊只有2个地板砖块的距离才会去追击敌方，那现在啊变成了4个啊，它就会去追击哦。那你在吸取这个痛苦幽灵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距离也是增加了啊，它就会自己来找你，也会去找你要攻击的敌方。
最后一个觉醒技能熟练度必须要满500才可以接取这个觉醒任务。觉醒的技能呢，则是 C 技能由原本的短按变成了长按。这个任务哥哥是没有做完的，因为他的熟练度不足500，没有办法接取任务哦。那我们现在准备来释放这个技能，哥哥来第一次看到这个技能哦，准备按住。哇，有闪电呢！哦，这个就是麋鹿影片中的咖喱给光束呀！哇，帅哦！我要赶快去觉醒。对啊，不要再偷懒了，超级帅的，还有很多痛苦的幽灵哦。还没有觉醒的人，赶快来觉醒哦！最后啊，我们在最近的更新之后，我们就没有来抽过果咯。我们来抽一次看看，它的动画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我现在变成这样子哦，哦，变成了滚动哦。哇，运气还是一样烂啦！啊，我抽到了切果实，我抽到了春天。哥哥抽到春天，两个一样烂啊。那我们拍片的今天呢，刚好是官方准备更新万圣节的时候，那在这边也祝大家万圣节愉快。我是麋鹿，我是哥哥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订阅麋鹿。还有我的 PM 游戏实况都要订阅哟。